欢迎收看北境讲文化大革命第4讲，刘少奇指挥文革前奏。第4讲啊，我们还没有讲到文革的开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反复的强调，我们不能够只去讲1966到1976这10年之间发生的事情，文革的成因非常的复杂，所以呢，我们第1讲啊讲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反思文革。第2讲我们讲了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那么第3讲呢，我们从1949年讲到1962年这13年间啊，中共包括这个制度啊，包括那个整个社会所犯下的累积的罪恶。那么这一讲啊，我们来讲文革的前奏，也就是从1962年到1966年这4年间，我们切入一个视角啊。那么为什么说刘少奇指挥了这场前奏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就像一个乐队演出啊，那么有人要谱曲，文革这一首曲子的谱曲人就是毛泽东啊。当然呢，只有他是不可以的。我们经常说啊，不要把文革的错误只扣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这一个需要有一个乐队才能奏响这个曲子啊，所以整个的这些中共的基层干部啊，整个当时的中国人，所有的这些民众都参与了文革这一首曲子的演奏。那么当然知道了，乐队还需要一个指挥。那么在1966年之前啊，62到66年这4年，那个指挥就是刘少奇啊，那也是他生命的高光时刻啊。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视角来好好讲述一下。首先呢，我们知道1962年的1月啊，就是7000人大会啊，那场大会实际上是对于之前啊大跃进、大饥荒啊所造成的那些破坏的一个总结啊。实际上在那场大会上呢，不止刘少奇一个人对毛泽东有意见啊，其实很多的干部对毛泽东都有意见，但是呢，被2个重量级的人物啊把这个声音给盖过去了，等于毛泽东没有被进行清算。也没有下台。那么这2个人是谁呢？一个是周恩来。周恩来在7000人大会上说啊，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啊，还说幸亏主席纠正的早啊，巴拉巴拉巴拉。那么实际上呢，就等于替毛泽东进行了非常多的洗白。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林彪。林彪说，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啊，这就是后来说那3年大饥荒啊，说3年自然灾害的一个由来。那么林彪的背后站的是军队的势力啊，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是军人打下来的啊，所以他们也想干政。那么毛泽东获得了军队的支持，所以林彪呢，他不只是说这个是自然灾害啊，他还对毛泽东进行了非常多的神话啊，说了非常多肉麻的话，我不在这里念了。那么总结而言啊，他们大讲民主集中制，说呢，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但其实呢，这都是一个噱头，他们只讲了民主啊，就是只讲了集中，没有讲民主啊。那么集中到哪里呢？林彪的意思，周恩来的意思，包括毛泽东自己的意思啊，都是要集中到毛泽东自己的手里，这个权力。那么当然呢，毛泽东并没有去真正的被清算啊，保全了他的颜面。但是这一场7000人大会还是加深了中共高层的裂痕。2月7日散会啊，1962年。第2天2月8日，毛泽东就去了武汉。那么实际上一直到文革开始之前这4年，你可以认为毛泽东已经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啊，也就是说他不当这个指挥了啊，但是他还是太上皇啊，他还是有绝对权威的。那么绝对权威他也要替自己过去的这个错误找一个背锅侠，对吧？找一个说法，所以他就必须要把大饥荒怪罪到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头上。那么毛泽东找的这个共同的目标敌人是谁呢？是阶级敌人啊。那么早在这个60年11月的时候啊，毛泽东就说啊，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几个月后啊，61年的时候，他又说，谁会料到农村藏匿了这么多反革命分子？
我们并没有想到反革命会在农村层级夺权，并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等于他把他们这种极端的集体化的这种农村的这些操作啊，后来造成的这些破坏以及大饥荒，他把这一切全都怪罪到一个莫须有的敌人头上。这个敌人呢是阶级敌人啊，是反革命分子啊，是对他们这个社会主义运动啊要去破坏的人啊。这些人是谁呢？不知道啊，但是毛泽东说有啊，还是有比例的，有很多的这样的人。当然了，这个不是毛泽东自己独创的啊，他也是学斯大林，因为数十年前呢，斯大林也说过差不多的话啊。斯大林说，集体化的成功激怒了失败阶级的爪牙啊。那么62年7000人大会之后啊，后面又有2场会议，一个叫西楼会议，一个叫5月会议。那这2场会议都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当时的党中央这些领导人啊，他们之间开的。实际上是应对啊大跃进、大饥荒之后啊，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个局面怎么办？那么刘少奇当时呢，他认为，他说我们应该把市场置于一切之上。那么到了5月的时候，他又说啊，他强烈要求给予部分村民完全退出公社的权利。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让20%的农民单干，集体经济就搞不下去。这是当时刘少奇的一个认知。那么到了7月，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午后啊，当时呢，毛泽东在游泳池休息啊，说他心情很差。刘少奇呢过来向他汇报什么呢？分田到户的事情。什么叫分田到户啊？就是之前啊，把所有的这些农地都收为国有了啊，生产资料这些农具，包括农民，全都纳入到这个人民公社里来，对吧？搞这个农业集体化，那么搞砸了。那么搞不下去了，对吧？大家也没有热情，然后你这个各种的生产资源的，包括统购统销这些分配啊，这些政策的执行都出现了问题，所以饿死人，对吧？那么刘少奇的意思是说，我们要退回去一点啊，把这个允许一些农民退出人民公社，把他们的地再分田到户，再分回去，让他们自己再单干啊，去有这个热情去种地。这个事情，毛泽东听了之后相当的不高兴。那么2个人就争执起来了。刘少奇脱口而出一句话，他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识要上书的啊，就是人吃人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写上史书的。”毛泽东听他这么说之后，勃然大怒啊，他就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那什么叫三面红旗也否了啊？三面红旗就是毛泽东一直啊建国之后一直提倡的什么东西呢？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是第一面红旗啊，就是要搞这个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总路线啊，这是第一面红旗。第2面红旗就是农工业生产大跃进啊，这是第2面红旗。第3面红旗就是这个人民公社啊，就是这个农村的这个集体化。这3面红旗，毛泽东意思是说啊，我现在等于不在这个一线领导了，不当这个指挥了啊，你们把这个也否了，地也分了啊，这么一个情况还是社会主义吗？对吧？他说你不顶住，我死后怎么办？这话说出来之后，2个人很快就冷静下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必定会使得毛泽东开始反思啊，刘少奇是不是他的合适的接班人啊？刘少奇会不会在毛泽东死后对毛泽东之前的这3面红旗啊，包括大跃进这些大饥荒的事情，对他进行一个批判啊？会不会？那么毛泽东就会在想，刘少奇会不会是中国版的赫鲁晓夫？那么再往后啊，8月的时候啊，刘少奇又写了一篇文章，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也是令毛泽东非常生气的。那么刘少奇呢，是从1959年就开始担任国家主席啊。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些年他一直在尝试为自己树立一个独立的啊，富有这种开创性的一个思想家的形象。那么8月之后啊，那么毛泽东因为那篇文章又生气之后，5天之后，毛泽东决定反击的时候到了啊。那么他就趁着这个每年1度啊，有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共有这个北戴河啊，那些领导人都去那儿去这个消暑啊度假。他在那个上面，他就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演说啊。
过了1个月，那么这个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时候，就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一个口号，那个之后就成为了一个最风行的口号啊，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实际上呢，他为什么要反击毛泽东？他就是认为刘少奇你所主持的中央，无论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都已经在偏离我毛泽东的路线。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击。毛泽东啊，他一直其实信奉的就是一种斗争哲学无非就是到底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啊？这是要争这个路线斗争，对吧？那么你实际上操作是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也是一个具体表现上的一个斗争。那么毛泽东就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他认为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2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仔细听这个词儿社会主义教育，这个之后发展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这个运动也可以作为文革的前奏曲来看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么这里边他继续说这个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好，那么几个月后，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那么这个教育运动的训言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告诉你什么是社会主义它的反面就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要对你进行教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那资本主义就是不好并且呢，我们这个社会上有残留的非常多的资本主义的元素这些反动的分子，有这些阶级我们这个阶级斗争是我们的纲领，是不能够放弃的，我们要一直进行阶级斗争，只要一刻松懈这些反动的阶层他们就会反扑回来，他们就会复辟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就完蛋了。这个就是当时。那么社会主义教育呢，当然也被称为四清运动就是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称为四清运动为什么我们后边来说那么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大饥荒造成大饥荒造成当时那个社会人吃人那么的惨状，实际上是制度原因，对吧？但是毛泽东呢，却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这个情况那么所以就是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都是残余分子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造成的。那么好，我们现在暂时呢，先说回到一些人民的阶层我们知道任何的一个事情，它不是只有这个上面的领导人阶层毛泽东跟刘少奇之间的内斗就决定这些，不是。我们来看看底下的底层民众是如何做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在进行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那么任何在公社以外进行的活动都被视为可疑等于就又退回去了你们又必须都得回到公社来了那么即便是利用晚上的私人时间养鸡或编织篮子来挣外快也一样，似乎到处都有投机分子。西安有超过2000名单干的商贩，其中有些人借款出去所收取的利息比国营放贷单位还要高。位于东北的沈阳，私人企业家共有2万名，数量惊人。在长江中游的工商业中心武汉，有3000名投机商利用计划经济的漏洞与干部勾结，以国家规定的价格购买配给商品，拿去黑市转售图利。许多人的交易范围广达数省，私营生意网络拓展的又远又广，其中牵涉的不只有农产品，还有黄金和银子。有些人民公社会用飞机把自己的代表从位于热带南方的广东送往全国各地，销售稀有的产品。在公社的夹缝中，
一种影子经济繁荣发展起来，有地下工厂、地下工程队、地下运输公司，就连鸦片这种帝国主义迫害的象征也再度风行起来，如丝般的罂粟花盛开在优雅的花径顶端，从黑龙江到山西的成片田野被染成了白色、粉红色、红色和紫色。1935年，共产党员长征途中曾在贵州遵义歇息，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地点被推举为领袖。此时，遵义当地有数十家鸦片馆肆无忌惮地开门做生意。人民并不只是被动地等着饿死，他们用尽方法在崩坏的社会中求生存。极端集体化造成的破坏太大了，民众在所有层面上试图规避、破坏或者利用它。中共意图消灭牟利动机，人民却在暗地里将其彻底发挥。随着灾祸蔓延，夺去数千万人的生命，一个平凡百姓能否生存下来，就看他是否能够对政府偷拐哄骗、玩弄手段、巧言欺瞒了。偷窃成了常态。一名大饥荒的幸存者以一句话来概括：偷不到的人都死了，偷到一点粮食的人就没死。那么有时候整村的人都会联手把这个谷粮藏起来，保留2套记录簿一套的数字是真的，另一套是伪造的，专门用来给这个查粮员去查核。那么民众学会了交易大跃进的诸多矛盾当中，有一项就是当时什么都能卖砖块、衣物和燃料都可以换取粮食，也有数百万人不顾限制迁移的官方规定离开农村到地下工厂工作，把钱汇回老家，让家人得以活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底下民众都是想尽办法的去活。当然了，你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民众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只能学会这些坑蒙拐骗他的这个道德就会越来越低，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就完全崩溃了那么除了民众呢，还有大量的这些基层干部他们也在这么做。那么他们也是上边也是欺瞒下面也是欺瞒甚至用军队的名义去输送很多的货品去图利那么这一切我们再说回到这个上边这个党中央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当看到这么一个局面的时候，肯定都觉得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他们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实其中的焦点就是在盯着底下这些基层干部你们究竟有没有这些腐败行为有没有这些贪污的迹象？那么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呢？实际上这4清就是指要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公分那么1963年2月11日至28日其实就是重点在讨论在农村开展这个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说刘少奇在这4年里这个文革前奏他是这个指挥呢？就是因为刘少奇全力的投入了这项运动1963年2月，那么当彭真正在报告关于城市中的贪腐情况时，刘少奇打断了他，言辞警告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个很尖锐的阶级斗争，对我们党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实际上刘少奇他当时就是想要证明自己是坚定不移的革命分子是跟着毛泽东的是有资格担任毛泽东的接班人的。那要怎么做呢？所以他的行事作风甚至比毛泽东本人还要左他这个指挥风格还要偏左。到了1963年底，刘少奇把自己的妻子王光美派到农村去领导一个工作组那么王光美呢，从北京出发时受到热烈欢送。那么他在阜宁县
北戴河海滩外不远处一座名叫桃源的小村子设立了自己的总部。他说要把权力从阶级敌人手上夺回来。王光美啊，表现出强悍的阶级斗士的气势，驱使民众对党的可能敌人施加更剧烈的暴力。有嫌疑的人遭到殴打，大冷天里被迫裸身站在户外，甚至被威胁处死。传闻说王光美自行采用一种新的酷刑，名叫坐飞机。那么受害者是被迫半蹲站立好几个小时，双臂呢还要往后伸直啊，以加重其负担。几年后啊，文革时候的红卫兵非常流行采用这种处罚啊，就叫坐飞机啊。那么其实这都是王光美发明的啊。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刘少奇以及他整个这个家庭在文革期间遭到了怎样的一个迫害，但是他是完全无辜的嘛。我们可以看看文革前奏的时候，那么他们这一家跳得有多欢啊。王光美的调查结论是，所有的干部啊，说不论大小都有问题，一个都不能信任。那么这里边啊，比如湖南省啊，多达80%的农村干部都被查出有贪腐行为。实际上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你比如说有一些啊，之前这个阶级背景不良的人啊，就是什么被划分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啊，这些人，他们呢其实就去联手的图利啊，就是呢叫什么呢？就是把自己啊去行贿啊，然后去把自己的这个身份啊重新的去划为这个贫下中农啊。那于是乎你这样去做的话，肯定给人感觉就是那敌人似乎无所不在，是吧？那么这个四清工作呀，我们念一组数据啊，最终在刘少奇挂帅的这个四清运动里，总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整了呢5327350人，清查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5760个，按敌我矛盾处理的276256人啊，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那么这一切啊，之后平反的时候，发现大多数都是冤假错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啊，它没有一个良性的制度啊，它没有法治啊，只是人治，只是党治。那么这一切就是必然的结果啊。你为了维护一个领袖之前喊的某种口号啊，那么为了维护这个领袖的地位，喊出的另一个口号造成的一股运动，就可以伤亡这么多的人。那么在这个期间啊，国际上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我们简单说一下。比如说这个赫鲁晓夫在当时对吧下台，那么呢还有呢其实这一切啊都造成了这个毛泽东的一个心态上的变化啊，他又一次燃起了说想要当这个整个共产世界的这种领导的这么一种欲望啊，这种野心。所以文革是他后面的一个尝试啊。我们这个简单说一下国际上的这个局势啊。那么1964年的夏天啊，刘少奇正式取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挥权。那么他一心一意的要展现自己的魄力，他寻访全国，向省级领导说明国际间对修正主义势力的斗争和国内对修正主义的压迫必须合力并进啊。这个修正主义就是这个赫鲁晓夫啊，就是他是这个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啊，在当时。那么这个数字啊，他们俩就是揣测啊，就说可能有1/3啊的修正主义啊，1/3的敌人，实际上都是拍脑门在这里决定啊，无论刘少奇还是毛泽东。那么这一切啊，就是刘少奇做的这一切事情啊，都让毛泽东感觉到自己的威信在受到
这个削弱啊，他就一直在酝酿着这个进行这种反击啊。再说一些国际上的情况啊，那么在刘少奇在这里去整肃部分省份，对吧？那么同时，莫斯科的情势在1964年10月发生了戏剧化的转变。那么赫鲁晓夫，对吧？被这个政变结束了他为期10年的统治。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修正主义感觉是被打倒了嘛，中国派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那么，但是改善两国关系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11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喝得烂醉的苏联国防部长喝得烂醉了啊，他踉跄着走到了贺龙元帅的面前，用在场所有人都听得见的音量说：“我们已经除掉了赫鲁晓夫，你们应该效法我们，除掉毛泽东，这样我们之间才会有进展。”当然了，这些话不可能瞒着毛泽东的他马上就知道了，所以非常的生气他也是实际上是在思索他自己会不会下台失去这个领导权。1965年1月，毛泽东修改了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修改了这个纲领。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要点就是他要干嘛呢？纠正党内位居要职的走资派，这也是文革时候经常说的一个口号实际上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文革前奏的过程中毛泽东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布局和调整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所有他的政敌去斗倒我们再详细看一下那么1964年的12月15日至1965年的1月1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发生了很多的争执那么毛泽东对这次争执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12月26日是他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毛泽东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2点3点也不要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得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在晚餐上，毛泽东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人搞独立王，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显然毛泽东说翘尾巴是指王光美，说自己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是指刘少奇那么1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陈伯达的发言中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2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董必武谈到文件规定县级以上的干部定期调换好，过去封建王朝3年一换时，毛泽东说现在15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2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他想要去打倒刘少奇，打倒所有他的政敌这一切想法，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呢？早这个毛泽东就说过，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可以把你打倒。”那么再往后1970年的时候，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他说是1965年1月讨论23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那么1967年的时候，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就是毛泽东非常的不满。那么67年的时候，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外宾的一次谈话里又说，过去我们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
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什么形式呢？就是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其实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思想历程，就是他去谱这个文化大革命这首曲子，他作为这个作曲家脑子里在想什么。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23条以后就是说那时候他已经决定要打倒刘少奇了毛泽东对怎样具体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他认为四清运动不足以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那么一直到1966年5月16日以后，这个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时候那么后面四清运动实际上就已经纳入到这个新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之中了等于就把这一切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升级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从1962到1966这4年间，实际上指挥的人是刘少奇那么轰轰烈烈的开展的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也害死了很多的人当然了，最终这一切都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序曲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